这个男人你一定很眼熟，他就是22岁的成龙大哥，江湖人称天魔星花无病。别看他叫无病，其实常年恶病缠身。和他对话的这个人就更有来头，与花无缺齐名，人称江湖奇侠梅星河。看着一身行头装扮，我们就叫他小白。这花无病病态泱泱，语气可大得很，扬言要杀了小白，倒也不是真的要杀，只是借机试试这小白的功底。这4名赤身壮汉就上场，4人手持佩刀，来势汹汹，下一秒就被小白一手飞出的草帽一并击倒。壮汉整装待发，将小白包围，手外一转，横刀向小白砍去。然而小白轻轻一跃，跳到了壮汉身后，左一拳，右一脚。4人想要压制小白，结果小白一招将其击飞。一旁的侍卫看不下去了，手持双剑就向小白的脑袋砍去。然而小白仅用4根手指就将其制服，连武器都还没有上场，4个壮汉纷纷 over。本以为是王者，结果全都青铜。花无病看着小白长得又高又帅，还武功盖世，希望小白可以使出美男计，杀了自己的老婆。这把小白听得一愣一愣的。他破口大骂花无病真是有病。这花无病不但不反驳，反而很有自知之明，大大方方地承认了自己有病。他的病是自己的老婆花语夫人下的慢性剧毒，解药1年给1次，如果明年这个时候拿不到解药，花无病就要死翘翘了。而老婆下毒原因很简单，花语夫人常常在外偷腥，不肯回家，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和各种男人谈恋爱。因为她喜欢男人，你是个突出的男人，他身边有各种不同的男人，其中有百发百中的豌豆射手满天星，有会隔空取物的吸盘侠勾魂手，有会微波炉加热的黑蛋黑喇叭，能随意把东西烤熟，还有满肚子坏水的狗头军师鬼道士。他们4人日夜看守解药。花无病希望小白能够帮自己杀了花语夫人，拿回解药，以解自己剧毒之身。要想取回解药，首先要战胜这4人。小白看着这花无病爱上了一匹野马，头顶却是青青草原，决定帮他一把。然而花无病是装病，为了让偷解药一事不引起注意，和小白上演了一出苦肉计。他向小白发起了攻击。打斗中故意将小白引到了一处陷阱机关，紧接着花无病又将他的光头大汉们叫了出来。4个饥渴的大汉就这么瑟瑟地看着无助的小白，露出了盈盈的笑容。被4个大汉蹂躏了一番后，小白成功被抛弃到了马路边。恰好这时有一队巡逻的官差经过，官差以小白生活作息不检点为由，将其拘留了。当晚，刑部尚书人称机智天下第一的风七爷来牢里亲自看望了小白，并且赶走所有囚犯。你办的事办妥了吗？禀七太爷，弟子号一共63名犯人，我都把他们移到地牢里了，只剩下新来的1个。原来小白的真实身份是大唐刑部密探，他来到江湖上就是为了调查皇宫失窃案。风七爷觉得花无病有重大嫌疑，但没有证据无法定他的罪，这才让小白接近他，假意帮他做事。为了鼓励小白，风七爷临走前还特意送了他一件宝贵东西。你是我生平最得意的部属，我不但信任你，而且我把一样我最珍贵的东西留给你，你要好自为之。一个美女留了下来，并且弄灭了蜡烛。在这暗无天日的牢房之中，一位长发女子整理着自己的秀发。一阵暗送秋波过后，吹灯拔蜡，孤男寡女干柴烈火，该办正事儿了。女人倒是主动，宽衣解带，向男人展示自己曼妙身姿。看着如此动人心弦的场面，连小白这个大侠也英雄难过美人关，瞬间牢房变婚房。算了，不管了。随后上演起了监狱风云。这女子就是风七爷所说的宝物，她正是风七爷之女风月儿。这小白本就对风月儿心有所依，再加上美女同怀送抱，第2天小白就高高兴兴地上了路。刚走出监狱，小白就遇到了一个乞丐纠缠。乞丐的同伙趁小白不注意，就用麻袋把他给绑了，而绑他的人正是花语夫人的闺女凤凰女。这次花三公子只怕找错了人，原来梅星河是这么没用的废物。
凤凰女吐槽花无病一定是眼瞎了，看上了这么个人，随随便便就被绑了，随即让丫鬟打开麻袋，打开后才发现竟是那个乞丐。小白正在不远处的树林里将这一切一览无余，只有凤凰女才能在花语夫人的花语洞天里出入自由。随后小白便假装成了凤凰女的随从，凤凰女并没有直接带小白去花语洞天，而是带他来到了4大随从的酒楼花语楼。怪不得今天喜鹊乱叫呢，原来是凤姑娘驾到了。来，请。这4大随从也是名副其实的无赖，人家姑娘不乐意，这吸盘侠靠着自己吸盘功力霸王硬上弓。原来这妞是个大叔控，人家心里只有鬼道士。别人都奇怪，为什么我谁都不喜欢，偏偏喜欢你这个鬼？小白也是干脆加直接，先打打小怪练练级。然而接下来小白的动作着实让人有点懵。你还想干什么？我想打你屁股。你敢？放我下来！打得好！小白没有将这4人团灭，而是留了一个人给自己带路。你溜了，去找条绳子来绑着，替我带路。绑起来啊！是。他像遛狗一样牵着鬼道士来到了花语洞天，小白二话不说就和花语夫人的手下开启了打斗模式。4大随从都是手下败将，对付这些小喽啰更是雕虫小技。小白一个后空翻，2个无影脚，一溜烟儿的功夫，这些虾兵蟹将就被击退了。明的不行还想玩阴的，一旁的鬼道士还想偷袭小白，却被花语夫人一个飞镖就穿喉嗝屁了。废不争气的家伙！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他吗？因为我是个男人，他是个鬼。的确，你是男人中的男人。此时小白在江湖上的小弟们偷偷杀入花语洞天，帮助大哥来获取解药。石猴将护卫解决掉，大力出奇迹也上演了徒手搬铁笼。拿出宝箱后，神偷飞飞精于撬锁，此锁对于他来说简直小菜一碟。花语夫人看到箱子被拿走，知道自己也要完了，干脆服毒自杀。取回箱子的小白找到花无病，交给了他。花无病拿到解药后闻了闻，就扔到了火里了。他说药肯定被花语夫人下了毒，不过这箱子可不一般，这就是当年皇宫失窃的玲珑7宝中最珍贵的玲珑如意8宝箱。花无病打开箱子的夹层，拿到了真正的解药。服下解药后，果不其然也被毒死了。这时窗户上有人行刺，等追出去后，小白才发现原来这是调虎离山之计。再回头，花无病的府邸已被一把大火烧得精光。此时风七爷来到这里，拿到8宝箱，紧接着就指认花无病的罪过，他就是5年前皇宫失窃案的真凶。随后风七爷告诉小白，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小白的未婚妻风月儿因为担心他，伤心过度已经死了。花无病死了，花语夫人死了，风月儿也死了，这不大结局了吗？事情怎么可能这么简单？一个神秘人来到了花语洞天，居然是花语夫人，她还没死。原来之前的花语夫人是假的，这才是真正的花语夫人。她打开了铁笼机关，从石板下拿出了另一个玲珑如意8宝箱。这时小白和他的手下出现，原来他早就发现了之前的假象，为的就是将计就计来一个守株待兔。令小白没有想到的是，真正的花语夫人居然是曾经和自己为爱鼓掌的风月儿。你以为我真的死了？骗你的。为什么骗我？试试你是不是真的爱我。剧情大反转呐、合着是小白成了西门庆，绿了花无病。风月儿嘴硬死不承认，小白就将她的好闺蜜带来，这俩人也是塑料姐妹花，上来就对喷。始终认为你把我当作你的亲姐妹，觉得委屈，你要发泄，那你说吧，你想说什么，
就说个痛快吧。一切都是照你原来的计划。结果你是怎么对我的？哼，你不是以为你是天下最聪明的吗？事情已经都成功了，你却要杀我灭口，你是不是太狠毒了一点？剧情再次反转，风姬爷及时赶到，和风月儿父女两人上演了一出里应外合。其实他才是皇宫盗窃案的真凶，花无病顶多算个替罪羊。看到这，不少观众吐槽，简直绕晕了。小白和风七爷又是避免不了一场大战，两人使用轻功飞出室外，呼啸的风声划过定格的地平线。风七爷的暗影绝扇连连出招，小白反复闪躲，脚步一溜，后退7尺。二人功夫不差上下，小白的终极武器还没上场，硬拼谁也奈何不了谁。暂且分不出个胜负，小白将破布一解，亮出了流星锤。他单手挥舞，手法娴熟，一个流星锤反势发出，砸在了风七爷胸口，接着像炸弹一样将其炸死了。你以为故事到这就结束了吗？当然没有，剧情再次反转。原来花无病早就偷偷购买了复活甲，蓄势待发，就等着坐收渔翁之利呢。看来他才是本片的终极大 BOSS 啊！刚解决完一个，又来一个。小白这男主当的也是不容易啊！两人来到了花无病的主场作战，在梅花桩上下面全是钢刀，阴险狡诈的花无病果然搞起了小动作。他射机关将小白的双脚固定，一点也不讲武德。花无病心想，这是我的地盘，你的大招已经用过了，流星锤已经爆过一次，现在又动弹不得，一脸得意洋洋，就以为胜券在握。小白给出了答案，忘了，我的流星是双流星。下一秒，小白的流星锤自带导弹跟踪功能，从天而降，火花四冒，花无病就这样无情的被炸死了。故景来源于《风雨双流星》，改编自古龙小说《七杀手》。古龙的小说就是这么悬疑，剧情反转再反转，这也是成龙难得的出演反派。年轻的成龙还有一点婴儿肥。最后，小白主演王羽亮出绝技，这简直是亮瞎了眼。锤子居然会爆炸，还会出现烟火，想象力直呼导演挪威。